партнерами про те, що необхідно закрити наше українське небо. 据多家媒体报道，2024年8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一处空军基地发表演讲，证实从西方得到的援乌 F-16战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泽连斯基称 ，F-16战机抵达乌克兰，我们做到了。我为我们的军人感到自豪，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战斗机，开始为我们的国家使用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在泽连斯基的讲话中，他已经证实，在此之前，乌克兰的 F-16战机就已经正式参加战斗。在此次演讲上，他还亲自为相关人士颁发了勋章。虽然泽连斯基在讲话中并未透露这些 F-16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援助，但通过图像分析依然能出现端倪。据图像分析发现，第一批抵达乌克兰并且参战的 F-16战斗机具体型号为 F-16AM， 其垂尾编号分别为3596和3599。据垂尾编号推测，这两架 F-16AM 最初为丹麦的 E596 以及 E599 机。这也直接证实了乌克兰接受到的第一批 F-16战斗机为丹麦援助的事实。尽管 F-16的到来可以极大程度上为乌军缓解防空压力，但在讲话中，泽连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目前欧洲所援助的 F-16已经到货，但数量依然极其有限，并且负责驾驶他们的飞行员以及负责维护他们的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依然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乌克兰相关渠道就已经发布招募 F-16飞行员以及可以维护 F-16的地勤人员的公告，或许这会在短时间内帮助乌克兰解决人手上的燃眉之急。相比起喜出望外的乌克兰，俄罗斯的表态依然没有多少新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即使欧洲向乌克兰援助了 F-16，这些战机也无助于改变前线局势。这些飞机一旦出现，它们的数量将逐渐减少，它们将被击落或摧毁。这些飞机的交付不会对前线的局势变化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虽然目前这些 F-16对于战局的影响究竟如何，我们尚不可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机坠数不会骗人。援乌 F-16到底能起效几何，想必俄空天军最清楚了。60枚火箭弹向以色列袭来，黎巴嫩真主党打响第一枪，伊朗会不会紧随其后？面对真主党的袭击行动，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东局势骤变，多个国家先后发生，约旦、埃及公开表示不支持。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伊朗高级官员秘密与黎巴嫩、也门以及伊拉克等盟友见面，并制定了对以色列展开报复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令将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各国收到消息后，便向在以色列境内的本国公民发出警告，如非必要，请勿出门，而且在家中需要防范火箭弹、无人机等各类袭击的准备。美国还将黎巴嫩的旅行警告提高到了最高的第4级，并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前往黎巴嫩。同时，美国还警告，在未来几天中，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袭击，黎巴嫩、叙利亚以及也门等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在这个紧张时刻，谁会打响第一枪？答案很明显，是黎巴嫩真主党。根据真主党新闻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以此来回应7月30日以色列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的火箭弹袭击。而且此次袭击还造成一名真主党指挥官阵亡。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开表示，是真主党越过了红线，因为真主党在7月27日对戈兰高地发动了袭击，并造成多名人员伤亡。在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空袭之后，以色列军方高层表示，如果真主党对于部队此次空袭贝鲁特做出回应，那么此次冲突就到此为止了，以色列无疑全面开战。另外，在以色列内部讨论中，判断以军空袭贝鲁特并不会导致全面战争，但会引发双方新一轮交火。按照预计，真主党可能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上百枚甚至数百枚火箭弹。在空袭贝鲁特事件发生后，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表示，正处于大战前夕，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所有前线都将进入新阶段，并且没有讨论或商量的余地。与此同时，在8月1日晚，黎巴嫩打响第一枪。根据黎巴嫩新闻发言人表示，他们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数十枚卡秋莎火箭弹。在以色列军方的声明中显示，有5枚火箭弹进入以色列境内，其中部分被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开阔地带，目前尚未收到伤亡报告。虽然真主党算是一支地方武装，但相较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真主党实力还是要更强的。
首先，真主党拥有苏制萨姆防空导弹、俄制铠甲 S1 防空系统，因此以色列媒体认为，如果出动空军进攻黎巴嫩，真主党真有可能击落以军战机。因为在近几个月的战斗中，已经有4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被击落，不过目前并没有击落以军战机的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高层表示，真主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并不希望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如果到了必要时刻，真主党加不加限制地对以色列开战。与此同时，真主党还在地中海方向利用侦察无人机对以色列海上天然气钻井平台进行监视。事实上，从双方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关键目标就一直受到真主党的侦察，尤其是在贝鲁特空袭发生之后。此前，真主党还利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进行侦察，包括基地的装备与设施。以色列第12频道表示，以色列已经通过外交渠道统治黎巴嫩与伊朗，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做好了与两国全面开战的准备。美国媒体猜测，一旦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地面战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伊拉克民兵等武装组织都会加入战争。目前，伊拉克人员动员部队的军事顾问已经抵达叙利亚境内。外界猜测，伊拉克想要进一步参与地区行动，从伊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都是抵抗阵线的核心区域。在这片地区有数十万非正规武装和民兵，并且还拥有大量武器弹药等。外界认为，真主党可能会支持袭击以色列北部，甚至是中部地区。伊拉克民兵武装可能会对美国驻伊拉克基地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将继续组织红海海域的航运。按照火力军估计，如果双方爆发真正的战争，以色列大概率是不会出动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山区的，毕竟以色列的主要打击手段还是空军。在第一波战斗中，以色列空军将打击黎巴嫩电力系统、发电厂、能源中心、港口，以及黎巴嫩唯一机场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打击。在经过几轮空袭行动之后，以色列将转入防御状态，然后利用侦察系统对真主党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包括导弹系统、指挥中心以及弹药库等。简单来说，以色列会先炸个几天，炸基础设施、炸军事目标，然后转入防御，引蛇出洞，对暴露的真主党主力进行有效杀伤。那么以色列就对其指挥中心、导弹系统以及其他高价值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杀伤真主党更多的士兵，因为真主党拥有打不完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认为真主党有存亡危机，伊朗可能会直接开战。针对近几天的事件，当然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国防部长在最近一次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受到袭击，五角大楼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同时，奥斯汀还调整了美国的军事部署，增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比如将让林肯号航母前往中东，取代目前驻扎在阿曼湾的罗斯福号航母，并派遣了战斗机。另外，五角大楼还将向美军欧洲司令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地区增派了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同时派遣更多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美国表示，这些军事态势调整就是为了增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还向以色列重申，将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那么，以色列会遭到中东大多数国家或武装组织的围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东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叙利亚还处于四分五裂的内战，伊拉克内部库尔德等矛盾激烈，就连在黎巴嫩境内盘踞的真主党，其背后也一直有多支武装，希望真主党完全溃败，然后取而代之。要知道，在黎巴嫩境内可是有数十支地方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埃及与约旦已经向伊朗明确表示了拒绝，并对外宣布将拦截通过本国领空的武器。而与伊朗相关的武装力量想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发射的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火箭弹等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通过两国领空的。显然，埃及与约旦的发言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防空屏障。要知道，在上次以色列轰炸伊朗事件爆发后，伊朗就对以色列发射了导弹、无人机，但遭到了大量拦截，只有少数进入了以色列境内。虽然在此次拦截中，英美两国出了大力，但约旦也参与拦截。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与拦截是两个过程。此前，胡塞武装利用远程武器打击海法港市，路线是穿过红海，跨过埃及西奈半岛，沿着地中海进行的。只是胡塞武装实力有限，估计还是以封锁红海为主。伊拉克民兵组织与伊朗发射的无人机与导弹，也可以通过叙利亚南部进入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袭击通道比较狭窄，如果以色列能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估计问题不大。但若是想要打击以色列中部与北部，就需要穿过约旦或者沙特了。而且根据媒体报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
伊朗将对以色列发动最佳、最有效的方式，并与其他盟友协同合作，但同时也会尽可能的避免报复行动升级为战争，因为伊朗与真主党都不希望与以色列正面开战，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会全力介入的情况下。根据外界推测，伊朗此次报复预计会比4月份报复行动的力度更大，但不会升级为全面失控的战争。与此同时，外界许多国家也希望中东各方保持克制，让局势降温。所以火力军还是同样的想法，报复是有的，袭击也会进行的，规模也会很大，但持续时间不会太长。7月27日，俄罗斯飞机制造商雅克列夫对外宣称，将为俄罗斯研发第5代垂直起降战机，以对标美国的 F-35B。不需跑道的垂直起降战机一直是各国军方最希望拥有的，它可以实现快速部署作战部队，也能降低航空母舰的技术门槛。但迄今为止，能够开发出垂直起降战机的国家只有3个，分别是美国、英国和前苏联。而俄罗斯继承的就是前苏联时代的技术，主要是雅克列夫的巅峰之作雅克141。雅克141采用3发动机配置，一个主 RD41 带后燃气推力升力发动机，机身有2具 RD38 举升发动机。它于1987年3月9日首飞，当时测得速度高达 1.7 马赫，借此一举成为了世界上第1架超音速垂直起降飞机。随后更是接连创造了12项世界纪录。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实力大幅下滑，已无力承担雅克列夫公司的研发资金，导致雅克141项目无疾而终。随后的多年时间里，俄罗斯垂直起降战机的研发进程陷入到了漫长的技术瓶颈期。尽管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后，曾多次传出要重建第5代垂直起降战机计划的消息，但最终都因各种问题不了了之。所以对于此次俄罗斯试图再次恢复第5代垂直起降战机的计划，火力军猜测俄罗斯或许又是在抛砖引玉，意图引起外界关注，从而找到潜在客户来分担研发经费。不过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这个希望非常渺茫，但也不排除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俄罗斯真的拥有了能够独立开发第5代垂直起降战机的能力。据国防博客7月29日报道，近日美国陆战队对外宣称，其研发的中程拦截能力系统目前已取得全新突破，完成了关键数字整合测试。据悉 ，MRIC 项目启动于2018年，其目的是为了大幅提升美军对抗现代化空中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在反制巡航导弹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MRIC 系统通过强大的整合能力，分别集成了陆战队的地空任务取向雷达、通用航空直管系统以及源自以色列铁穹系统的拦截技术。这种独特的整合设计，不仅让其具备了反制巡航导弹的能力，还能够对付各种空中威胁，同时又保持了高度的机动性。此次测试，美国将其分成了2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了准备工作，包括设备架设、系统更新及技术文件审查等。第二阶段则进行了模拟拦截演练，重点测试了该系统对无人机等目标的侦测、追踪和模拟拦截能力。至于测试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验证所有系统修补程序均已实现正确安装，其次是确保各子系统间能够顺利协同运作，落实完整的拦截链流程。据报道称，目前 MRIC 已经完成了测试，如果能够顺利通过，那么将会于今年9月参加快速反应评估测试。如果这项测试也能顺利通过，那么 MRIC 将会在2025年进入到量产阶段。届时，它不仅能够提升美陆战队的防御能力，还将为未来的联合作战提供新的战术选择。据土耳其媒体7月25日消息，土耳其推出了新款无人水面舰艇 ULAQ Kama。该舰艇长 6.37 米，宽 1.2 米，最大重量为 1.3 吨，有效载荷能力为200公斤。它的航行速度可超过37千米每小时，航程超过370公里。在结构设计上
ULAQ Kama 着重强调隐身性、高速性、敏捷性和生存能力，能够承受多种海况。结合其强大的通信网络系统，它将主要用来执行各种轻监侦任务。而且该无人艇具备多种控制模式，包括远程控制、半自主控制或完全自主控制，也能够参与小规模海战。此外，它的人工智能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的海洋环境中有效实施群体战术，并区分目标。如与水雷相比，它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区域控制，以及增强辨别目标的能力，解决了传统水雷、潜艇和巡逻艇的一些局限性，为现代化海战提供了更多选择。据战区网站7月31日报道，美国海军于7月15日至26日期间举行了一场名为“无声蜂群2024”的演习。该演习在密歇根州的阿尔皮纳战备训练中心举行，它由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海军信息战中心大西洋分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陆军 C5ISR 中心以及空军测试中心联合主办。在此次演习期间，主要以一系列小场景为主，这些小场景允许各项技术以团队协同运作的形式展示在多领域环境中，实现对作战及相关目标的有效干扰。诸多参与者更是展示了超过57种技术，包括陆地、空中、海洋、海底、网络和太空各个方面。据悉，这并非是美国首次进行无声蜂群演习，其在2022年、2023年均有举办。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和无人机艇的电子频谱技术，进而寻求增强电子战能力的技术，包括精确导航和对非动能效应的弹性、自主性和电子战支持自主以及半自主操作的网络操作技术等。此前，美国海军现已在电子战领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投资了整个分布式网络化以及合作式电子战生态系统，如今更是频繁联合多方伙伴进行军演，可见其想尽快在电子战技术中寻求有效突破。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与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中首次使用了 AIM-9X 导弹以及先进反辐射导弹。AIM-9X 是 AIM-9响尾蛇的最新变体，与前代导弹相比，其配备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如内部冷却系统、减少烟雾的火箭发动机以及改进的对抗干扰设施。同时，它还改进了红外巡导引头，使其具备高离轴瞄准能力，能够使飞行员以更宽的角度和更远的距离锁定和打击目标。最为关键的是，它具有极强的适配性，不仅能够从各种平台发射，还能够与现代战机轻松集成，包括 F-22 猛禽、F-35闪电2以及 F/A-18 超级大黄蜂，使其成为维持空中优势的关键组成部分。至于先进反辐射导弹，它是旧款高速反辐射导弹的升级版。该导弹由格鲁曼公司开发，其设计初衷主要用于压制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它在 AGM-88 基础之上增加了许多新装置，包括带有毫米波雷达、GPS、INS 制导以及 ARH 接收器等多种先进传感器系统，能够使 AARGM 高精度的探测、跟踪和打击静止和移动目标。这种先进的定向系统能够提供实时的定向更新，确保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可用于执行各种任务。AARGM 同样能够与多种平台兼容，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F-35和狂风战斗机，这使其成为现代电子战和空战行动中的又一多功能导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此次中东混战会以什么样的结果落幕？面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以色列与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